西岐罗对恶念的反应越来越大，到底是谁的恶念？公子好像越来越冷了。公子快看，那个龙骨是不是永江龙王？迷雾是他吐出来的。别怕，迷雾好像是永江龙王操控干尸的法术，他想要保护什么东西？这是一条幼龙，他被一把剑穿透了身体。这里一定发生过一场血战，永江龙王的孩子中了必死的剑伤，他不忍爱子逝去，将幼龙冰封在此，即使魂飞魄散，也留下龙骨日夜守护。永江龙王怕幼龙再受伤害，就杀死了所有的闯入者。这会是西岐罗感应到的恶念吗？我似乎听见了西岐罗的禅音。谁在说话？来者可是大雷音宗弟子，老夫顾里暖，延康国太子少保。这个老先生还活着，怎么他一说话，西岐罗就不响了？若救我出来，到了延康，我保你们荣华富贵。我是大虚人，不是大雷音宗弟子。我听说延康有个叫神域的东西要杀我们。那又如何？太子就是延康国的下一任皇帝，而老夫是太子的启蒙老师。有太子做靠山，你说老夫能不能保你？老前辈这么厉害啊！你为什么要跑到冰里去呢？当年老夫奉太子之命，带着门生探索大虚神迹。顾大人，是这枚珠子在吸收他人气血，输送给玄冰中死去的幼龙。此乃真龙的龙珠，不可再让龙珠为祸。我来收了它。不料，这竟是旧时代永江龙王的龙珠。我那些门生统统被龙珠吸走了气血，而我则冰封在此近200年。不吃不喝活了200年，公子，你信他吗？老前辈说的有道理。老前辈，你这黑旗子又是做什么的？一点护体的小法术罢了。小少年，老夫拼尽一身元气，将佩剑挪到冰外。你持剑斩了龙骨，龙珠便再也封不住我。我才灵胎境，如何能斩龙神的神骨？你不能，用了我的剑便能了。延康国集结能工巧匠，用尽天才地宝，锻造16柄一品佩剑，对应朝廷16位一品大员。我这柄是从一品佩剑，名叫少保剑。和西岐罗比呢？大雷音宗一派之力锻造的，与倾国之力锻造的宝物岂可相比？快拔剑！用剑斩断龙骨！你这么控剑的吗？这是什么拙劣的剑法？我不会空剑术，也没学过剑法。老夫教你。不学。药师爷爷说，会有人教我最好的剑法。如果跟别人学了，那人便不教我了。天底下最好的剑法就在延康国。延康有很多剑宗吗？哼，那些宗派自诩传承的是神奇道法，就以为他们的神通天下无敌，实际上不过固步自封。延康早在200年前就已经开始变法，国师排除门户之见，无视门派之别，搜罗天下剑法，召集天下剑客，共创新式剑法。集合天下人的智慧所开创的，是不是最好的？
远胜过宗派数千年如一日的旧招式。这样的想法，这样的眼界，简直无法想象。延康国师听起来好像还挺厉害的嘛。最好的剑法就在面前，你学不学？我传你空剑的口诀总行了吧？行吧。我这门口诀叫做丹心诀，丹心便是赤子之心。来，跟着我念：以心控剑，以心控剑，心至剑至，心至剑至。快斩杀永江龙王，救老夫出来！这器名憨厚老实，真有些不忍杀他。可谁让谁又说了，神之器名必须要死。待我杀了他，抢了细绮罗，连同龙珠一起献给太子，也算是立功。公子，细绮罗又响了，恶念又来了。一定是永江龙王见你要斩龙骨，又起了杀机，得尽快除掉他。老前辈，你在撒谎！永江龙王的龙珠只将人变成干尸，可这里却有很多枯骨。干尸和枯骨是两种不同的死法。那些枯骨身上的衣服和老前辈很像，应当就是你死去的门生吧？门生既然不是永江龙王所杀，那他们是如何死的？难道……我推测，这黑帆就是真相的关键。老前辈被封在冰里，无法挣脱，担心自己会饿死，就痛下杀手，将所有门生的元气、血肉一并吸食，才在冰中活了200年。都是瞎猜，做不得数。小狐狸，你帮我斩龙骨，我传你更好的功法。胡灵儿，你还记得吗？老前辈一呼救，细绮罗就不响了，恶念消失了。可刚刚他以为能脱困，恶念就又出现了。哇，原来恶念是他的。没错，他饿了太久，想要吸食血肉，却见我们有细绮罗守护，索性骗我们帮他，然后杀死我们。臭小子，你进了这里，就注定再也无法离开。危险！快跑！杀了我们，也没法脱离玄冰。放心，我至少能再维持100日，等待下一个猎物。休想！巴基散弹弓！逃不出我的掌心！胆敢见死不救！我乃堂堂太子少王！
少次了，怎么还不明白大个子的山头不属于他呢？大个子，接着！小不点儿，还！送你。你的雷音巴士快从体如来练成心如来了，细气罗很适合你。这不是大虚的异兽。哇，好漂亮的大船！会冒烟，还会发光，以前从没见过呢。是从外界来的吗？神霄天眼。有一幅帛画，画上好像是永江，还有山川地脉遗迹。这些人记录大虚的地理要做什么？严康，是严康国的船。听说严康的城池已经建到大虚边缘，现在画地理图，难道是打算向大虚发兵？秦将军，有人在窥探战船。那个严康人的眼力好强。大个子，你会回镇阳宫，把大虚地图毁掉，不能被严康人看到。不知道严康派了多少人来，得赶紧告诉婆婆和爷爷他们。看衣着，他们也是严康的，怎么鬼鬼祟祟追着那艘船？那人往下游逃走了，连我的眼神也承受不住。不是那些宗派的刺客，不必理会。神域严令各国封锁神器之地大虚，此前国师违抗神谕，让我自然署用丝绸与大虚通商，以使各大宗派不满，要求陛下诛杀国师。如今国师又让秦将军勘测大虚，我担心。神谕，锦娘姐姐，我从没见过神，只见过那些宗派打着神谕旗号作威作福。皇帝不听话，他们就杀了皇帝；国家不向他们进贡，他们就灭了国家，好不威风。七公子，此行危险异常，还请七公子暂避舱内。我才不呢！大虚如此奇妙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多可惜啊！秦大哥是国师的弟子，你觉得国师不惜违反神谕也要与大虚互通，是为什么呢？大虚虽然蛮荒，但神迹秘宝数不胜数。严康只需丝绸、香料、茶与酒，便可以换来奇珍异宝，这才让我严康兵强马壮，也逼得那些宗派不得不臣服严康。那国师想进军大虚，又是要做什么呢？国师为的是江山社稷，只要将大虚纳入严康版图，每一个严康人都能研习藏在大虚神迹中的神通道法，不必供养那些蛀虫一样的宗派。将来严康人人之躯皆能比肩神奇。这样的人，那些宗派竟想杀他，他们以神谕之法杀国师，我严康就以朝廷之法杀他们。所以七公子隐匿行踪微服出巡，是特意等宗派的刺客动手。陛下旨意，凡阻拦此船者，视同谋逆，一律杀
听闻太子少保失踪200年，原来竟是与幼龙一起封在了玄冰里。老夫等了200年，终于等来了延康救兵。太子少保，为何只剩剑鞘？你的剑呢？被一个弃民少年骗走了。剑鞘感应到了我的少保剑，之前骗走我剑的弃民少年就在附近。延康那艘船朝着我们来了。谋夺我延康朝廷命官佩剑的器民，可是你？是顾里暖想吃我，我就拿这剑来护身了。他在你船上，你能不能帮我把剑鞘也弄出来？有了剑鞘才是一套啊！臭小子，你可知你犯了多大的罪？这把剑可是老先生你主动送我的，还非常热心传我剑诀，请问何罪之有？你有恃无恐，倚仗的是这位前辈吧？晚辈延康国师弟子秦飞跃，正4品中武将军，敢问前辈可是枪神？太新奇，一个瞎子而已。3年前，我延康国的南疆武苗府府牧穆悲风，与众多漓江派高手被枪神刺死在大墟中。前辈可曾听闻？杀害朝廷命官，狂徒无法无天，大墟当用严刑峻法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常使英雄泪满襟。可叹！用枪法挑起整个永江。这老瞎子恐怕真是消失多年的枪神。一代枪神怎么变成了瞎子？我倒是好奇，我延康的真元炮跟他的枪法比，哪个厉害？众将听令，开炮！好大的威势！何人？谁？这人速度好快，你们可知他什么时候上的船？我的香囊呢？大墟地理图。我的剑鞘去哪儿了？糟了，我的观音不见了。金将军，不好了，我们正准备开炮，但是真元炮核心丹炉的钥匙突然全都消失了。连丹炉的钥匙也能偷走？我知道了，他是神偷。当年他夜入皇宫，在众多大内高手眼前偷盗国库，盗走了神赐给开国皇帝的地碟。国库中无数线索杀阵悉数无用，幸得国师出手，才将他的一条腿斩下来。即便如此，还是被他带着地碟远走，消失无踪。神偷竟然也是弃民少年背后的高人。回去告诉国师，保管好我那条腿，我会亲自去取。神偷前辈，把香囊还我！七公子莫追。延康打仗怎么还带个胖娃娃？
去的人。手撕砍不断。中王有毒，快闭气！是毒王，能招百毒、治百毒的毒王。岛满多，战船速退！秦将军，后方江面上也有一个敌人，不是半个人。哪来的半个人？他没有下半身。这刀法是天刀，向天横刀，几乎死在诸神手中的天刀，竟然还活着。神藏，开！全军听令，全速攀升！是。秦将军，这群人太难对付了，我们是否动用更强的武器？船上莫非还有什么法宝？这群人如果想对付我们，一个人出手就够了。他们是代表大虚，在向严康国示威。这次显然是警告，出手还是留有余地。我们无需死战，撤！是。回去告诉国师，大虚的一草一木、一人一物，都休想觊觎。枪神、神偷、毒王和天刀，每一个都足以惊天动地。大虚不起眼的村子里，居然聚集了这么多恐怖的存在。那个夺走少宝剑的少年，莫非就是他们的传人？这些老家伙不过是螳臂当车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国师进军大虚。我严康国会给大虚建立新的秩序。若是能招安这些宗师前辈，一定会对严康大有助益。神偷啊，可是盗走地蝶的罪人。地蝶留在国库也只是一枚摆件，能因此与老前辈结缘，说不定是严康的机缘呢。啊！天上发生了什么？他们这么多人在围攻教主夫人，为了争夺大玉天魔之
金骨诛佛，8项元神俱减。哼！8项天神功的确了不起，但只是了不起而已，远不配称作神功。现在想来，他的语气、眼神也和婆婆很相似。孝顺的好孩子，该不会他是婆婆扮的吧？哦，大御天魔经竟能模仿我的功法。对，苦修400年方阵生死境，你才修炼多久？能模拟的只是表象。怎么可能？连神通也一模一样。啊！令郎的死让我有了暗算你的机会，你当时便被我的针法所伤。倘若你安分养生，不可逃过一劫。心太贪。大御天魔经的造化篇分为天地人神鬼魔灵，刚才是反攻你法，造化天神鬼。现在就是你们最恐惧的锁魂包皮，造化天魔功。城主。木儿，是我。婆婆，你怎么？啊！婆婆把城主做成了衣裳。从前我将她夫人变成了牛，如今你又打死了她儿子。哎呀，这家人还真是倒霉。不过他们作恶太多，当有此报。刚才和城主打架的教主夫人，果然是婆婆扮的吧？我明白了，婆婆先以魔点为由，引出香龙城的各方势力，再赴宴探听消息，找准机会，一举拿下城主。嘿，婆婆好厉害！等延康大军一到，婆婆就披着这件衣裳，掌管这座城，去见那位神下第一人延康国师。这边啊，夏爷爷，你去做什么了？怎么这么狼狈？夏老爷子，眼睛看不见，还想着出钱。他指着外面说有神鸟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换牌，然后就被赌坊扔了出去。木儿，之前我遇到一件趣事，一只大母鸟打扮得漂漂亮亮出去浪，旁边还有只小公鸟，最后却被追得满城跑。2只鸟而已，死瞎子骂我们呢。夏爷爷，夏爷爷一直在赌坊，怎么会知道婆婆打扮成另一个人跑出去？以前村长爷爷说夏爷爷好赌，怕他输得精光都不让他进城。这次特地叫他来，
难道是有特殊用意？死瞎子，赶紧把你从赌坊打听到的消息说出来。我听一个武长说，城主让他们打理军营。延康国要派一支由20万神通者组成的先锋军入驻，还会带来数万灵兵。延康国一艘战船已经造成那么大的兵潮了，20万神通者会给大徐带来多大的灾难？村长他们呢？已经赶来降龙城了。事不宜迟，青龙堂，去通知其他堂主，准备行动。是。瞎子，按照计划来。木儿，你去城门口等着接应村长他们，我去城主府拖住秦飞跃。战争要开始了。神霄天眼，这些古老的龙珠经历过这么多岁月，不知道能否撑过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。放牛的。你在上面做什么？看香龙城的星星呀，和延康的一点儿也不一样。你不来看看？你杀了城主的儿子，为什么不躲起来，还守在城门边，不怕城主把你抓走？延康国的大军快来了，我要在这里抵挡他们。归顺延康不好吗？我来到大虚，就好像见到以前的延康国一样。以前的延康？那时延康刚建国，依照神谕，归属于宗派长生门管辖。然而，长生门仗着神谕，欺压奴役百姓，令百姓过得凄苦无比，甚至一子而食，神世九空。延康人拼死与长生门打了600年的仗，直到200年前国师变法，才彻底除掉长生门。延康国师，我知道他，顾离暖也提起过。延康国师召集天下剑客，共创新式剑法。哎，他那么厉害，为什么想来大虚？变法艰难，延康至今仍被百余宗派围攻，我们的神通道法稍有落后，就会功亏一篑。所以延康国只需要大虚里的神机秘宝来助你们变法，而并非生活在这片土地的神之器民。如果大虚变成延康的疆土，器民们还能活命吗？延康会接受器民的，只要归顺，就一样是延康的子民。大虚的人做惯了无主之民，我们有自己的行事规矩，而你们不会知道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将要遭遇什么。延康的不败神话会在这里终结。我是延康人，任何与延康作对的，都是我的敌人。我是器民，不可能背叛大虚。战场上，我如果遇到你的话，绝不会留情。我也是。既然秦将军如此爽快，傅某也定会竭诚以待。此次先锋军由我副帅天策上将秦简率领。能得天策上将亲临，我降龙城真是蓬荜生辉呀！来人，在通传降龙城上下，为延康大军开道中取。开好！
飞越已经和城主谈妥，大军随时可以入驻降龙城。无父无犬子，有天策上将和小秦将军里应外合，降龙城早已是我严康囊中之物。天策上将，前面就是神断山脉。传闻神断山脉是神斩出的山脉，连绵2万里，厚100余里，从而将大虚与外界完全切断，也将黑暗彻底阻拦在大虚。一旦跨过这条山脉，进入大虚地界，大军就会直面黑暗。宇渊将军，全军急行，我们必须在日落前进入降龙城。是。这些都是严康国的军队，爷爷们，你们怎么还不来啊？万一来不及，就只好我自己上了。龙爷爷，你总算来了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夏爷爷说严康国来了20万大军。严康的先锋军一般分为4支：青龙军、白虎军行陆路，玄武军走水路，空中还有一支朱雀军。那我们2个人要怎么打？世上并非只有舞刀弄枪这一种打法，笔下亦有锋芒。非常诡异。传令玄武军支援朱雀军。玄武军结冰盾，玄武军结冰盾，玄武军结冰盾。龙爷爷刚才画的雷云图，竟然真的变成了天上的雷云，好厉害！原来书画神通还能用来作战。 上将，前方转至，要赶紧撤离风口，已经太晚了。全军猛攻阵型！玄武军的兵盾挡不住雷云未散，更添
黄河天道，大虚中还隐藏着别的高人。传令于渊将军，率白虎军、朱雀军绞杀雷云。白虎军听令，列白虎杀阵。是。朱雀军听令，列阳火阵。是。天策上将派金雕传来消息，城内有妖人做法制造异象，阻挡我延康大军。城主，你早前不是说已经处理好一切，连府内闹事的天魔教教主夫人和大虚神通者都解决掉了吗？难道你在糊弄我？大玉天魔经已在我手，林将军放心。传令下去，是将所有人给我赶到城中心的庙宇，我倒要看看谁敢在我眼皮底下作祟。我与你同去。作乱的妖人不识时务，捉到了他凌迟处死。届时还请秦将军在国师面前多多美言几句。城主身上的气味好像和之前不太一样。屠爷爷，你也来了。延康国师都要来，我怎能不来？我们的第二步计划正式开始。延康国师既然决定朝大虚出手，一定会不遗余力。全面进发了。阿爷，你跟哑巴瘸子入城去，协助瞎子药师尽快将百姓转移到庙宇医济。屠夫，动手！屠爷爷，你在做什么？快下神通，等黑暗降临，延康大军入城，我便激发我的斗意，炸毁龙柱。还可以这样？龙柱是天龙仙宫遗迹的一部分，将黑暗抵御在城外。一旦龙柱损毁，城楼倒塌，延康大军会被黑暗瞬间吞噬。而庙宇周围有星宿石，可护百姓周全。聪明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二步计划。关键还得看聋子怎么拖住他们。
挡100万雄师，山河破碎，万民痛哭，王者被魔神吞噬，无论敌我。这是18幅地狱图其一，百魔图。怎样锥心刺骨的痛苦，才画出世间无二的地狱百魔？当年的天屠国太子，风华绝代，精彩绝艳，是天屠国第1美男子，也是资质第1的人，却只醉心书画，曾言自己2耳不闻天下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就连荣狼国入侵天屠国，天屠国无力抵挡之时，他也无知无觉。等他从书画之道中醒来，国都已破，荣狼国正大肆屠杀百姓，战马踩踏着他妻女的尸骨，宫门上挂着皇后的头颅，甚至有士兵提着皇帝的头颅四处炫耀。天屠国太子疯了，他是个偏激的人，自问连国灭之声也不闻，要这双耳朵何用？他切掉耳朵，刺破耳膜，以百姓的血、亲人的血、敌人的血作画。画出18幅地狱图，他画出了地狱。天屠国国都从此化为地狱深渊，荣狼国100万大军尽数跌入，化为地狱的一部分。那一役后，天屠国和荣狼国都亡了。天屠国太子也自此消失。我曾去过天屠国国都遗址，从18层地狱中走了一遭，深知他内心的悲痛与绝望，也怜惜这份才能，因此向陛下上书，要在太学院建立画圣阁。没想到在大虚，竟能得见这位最适合做画圣的人。唉，只可惜是我严康的敌人。看见了你们的决心，我严康要想进入大虚，势必要付出同等锥心刺骨的代价。天策上将，
白魔战力非寻常士兵能敌，大军伤亡惨重。全军听令，结4项战阵。好精妙的战阵，4项相连，万军元气尽汇其中。领军之人是神桥境高手，以他之能，载其万军之力。天策上将以战阵闻名于世，所持天策剑在16口1品配件中排行第1，可将我所创4项战阵的威力发挥到极致。一人一剑，便是我延康国威。剑当百魔。降百魔，鼓军心。大虚可破。我居于千里之外，好一个延康国师！哈哈哈哈哈！真有你的！来吧，来吧！我已经等不及看当时最强的剑与当年最强的剑一决高下了。当世最强的剑是延康国师，当年最强的剑自然是村长爷爷。他们如果交锋，会何等惊天动地！龙子争取的时间已经足够了，接下来的香龙城决战将无比惨烈。捷报，国师英明，百魔图已破。太子少保，辛苦你赶来汇报战况。为延康，为国师效劳，乃下官本之己任。只恨下官被困大虚200载，尚无力参战。若国师亲自出剑，恐怕那大虚妖人连执笔的机会都没有。惭愧，我的剑法启蒙正是来自他的一幅画，画中人锐气勃发，像一口刚刚饮血的剑。我从中看到剑法的极致，苦研100年。仍不知是否达到了画中人的境界。画中人是谁？难道也藏在大虚中？若有机缘，自会相见。传我军令，乘胜追击，加急行军。命密水关都尉率30万密水军即刻出发，紧随先锋军，务必在天黑前进入大虚。副帅剑破妖法，先锋军行进顺利。城主，你说会抓住那做法的妖人，妖人何在？秦将军恕罪，我即刻加派人手，严密排查。国师已加派30万密水军，今晚必须一同入驻香龙城。我不希望再有任何变故。我香龙城上下必定全力配合。延康国师竟然又派出了30万大军。村长交代我前赴秦飞月身边，以获取延康情报，果然高明。延康大军恐怕会在黑暗降临前进城。百姓都安全了吗？我们怎么办？战！天黑之前，谁也别想从这儿过去！那是什么？黑暗将至，怎么还这么亮？
天杀的，那是什么鬼东西？老子住在大虚这么久，还是头一次见。注意警戒，大虚神秘莫测，不知又施展了什么邪法。那是什么？船？传说是真的，果真有这艘船。教师爷爷，你们回来了，也就是说，百姓都安全了。婆婆和虾爷爷呢？瞎子留在庙里以防万一。我们本想去接应四婆婆，却看见了这艘船。这艘船为何现在出现？真的是船！这不会是元康人造出来攻打大虚的吧？天策上将，少主威力太强，船队恐怕难以招架。一艘被巨人背着的船。烈虎军速速避让！这艘船竟然在驱赶严康军队，保护大虚。几十万大军都无法撼动它分毫。太阳船，这一定就是太阳船。木儿，你怎么知道？在真阳宫壁画上见过。相传太阳船长着24条腿，如今亲眼所见，原来是由12名巨人扛着船体，拖着太阳跨山越海。太阳？那个大黑球就是太阳吗？它怎么是黑色的？难道熄灭了？哑巴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那不是真正的太阳，而是黑暗降临前那个时代的生灵炼制的宝物。宝物？那它为什么熄灭了？这是鬼！燃烧着岩浆的鬼！快逃啊！这难道就是大虚中的古老怪物？青龙镜，白虎军听令，攻击船体！朱雀军全体闪开！天策上将，玄武军听令，施法降雨灭火。天策上将，玄武水遁一靠近巨人就被全部蒸发，无法灭火。袁出云，集结全军，先行撤离。
国师，出师未捷，那些反对变法的宗派，只怕会更加猖狂。杀了便是。这些宗派没什么本事，却杀之不尽，只因神域还在，让他们心中有所倚仗。50年为期，我严康必非神域。齐殿下，严康大军已经退回密水关，我们需尽快离开大虚，以防香龙城生变。不急，离开大虚前，我还得见一个人。大虚不是久留之地，你待在大虚，只能看到世界偏僻荒凉的一角，看不到外面天地之广阔。放牛的，你有胆识，也有潜力，我不想你一辈子都耽搁在这个穷乡僻壤里。我从小在大虚，我喜欢这个穷乡僻壤。哎，不过你倒说说，外面的天地又有什么不同？法术神通，日新月异。严康国的皇帝和国师正开辟一个新时代，掀起一场大变革。你若是愿意同我做出一番事业，现在便可启程。严康国我一定会去，到时候便去找你。你不跟我一起走？我家规矩大，必须要通过长辈们的考验才算成年，才能离开家门。我家有9个长辈，要通过9关，但我至今1关未过。而且我还必须要进入暗界，找到无忧香。那我就在京城等你。我之前便觉得你身上很香，很熟悉，原来和我这香囊用的是同一种布料。这是用天香丝织就的，献给皇室的贡品，怎么就成你的了？嘿嘿，瘸爷爷说过，凭本事到手的，当然就是我的。你气鼓鼓的，脸显得更肥了。算了，我很大方的，香囊就送给你这放牛的了。不过，你不回送我些什么吗？香囊是你的？这不是瘸爷爷从肥妻那儿？难道你……我就是那个肥妻公子啊！你好好说，我胖吗？你在脸两旁梳着头发，是显得瘦一些，不过拨开头发还是胖墩墩的。这个送你。送女孩锤子。要不你挑个喜欢的。算了，还是锤子吧。齐殿下，可以出发了。殿下，你是严康国皇帝的女儿？放牛的，咱们京城再会。驾！你姓秦？将军也姓秦。天下之大，姓秦的有很多。有些人天生命贵，出身就是富贵；有些人天生命贱，出身就是贫贱。即便仗着神传现世，侥幸偷生，那也不能代表什么。你虽姓秦，但你是器皿，大虚中被神抛弃的贱民。
小兄弟，不要有过多的妄想，你高攀不起。秦将军，看来你不太受欢迎，我送你上路。公子。公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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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？公子，香龙城之人为何会拜器皿？秦将军，祝你一路平安。从今往后，整座城都是咱家的。那个器皿是何时傍上了城主？城主又怎会与他的杀子仇人共享香龙城？难道是见投靠严康无望，便想讨好器皿背后的枪神、神偷、毒王、天刀？山野莽夫，趋炎附势，只配在世间称王，永远也上不了庙堂。不对，香龙城易主了，城主早已被教主夫人取而代之。现在的城主其实是教主夫人，如今整个降龙城都是天魔教的人，连那器皿也是。天魔教主对他如此恭敬，他在教中必定地位不凡。若非严康大军被那艘神船拦住，入城之时便会再度遭遇重创。降龙城不再是我或者严康国能够叱咤风云的地方了。这座城已经姓秦，秦牧的秦。尸体堆积太久会引发瘟疫，调集一队人马，随我将尸体运到对岸的百岁山安葬。是。漓江县出了什么事？怎么一下子死了上百人？这些尸体都是上游飘过来的，估计是八洪水淹死的，冲到我们漓江县，被大坝拦住了。溺水死亡的尸体应当会膨胀才是，这些尸体却十分紧实。奇怪，这么多尸体，居然连一点尸臭味也没有。天师成将，是石仙教，快去禀告县令，石仙教来袭。县令在此。
延康国师挟天子以令诸派，屡次违背神谕。帝江县县令魏虎作伥，甘为延康国师耳目，当诛。仙教，又一个反叛的宗门。他只是造反，不至于要杀县城里的普通人吧？这个尸仙教是用尸体练功的。尸体？公子怀疑尸仙教会屠城，在操控所有人的尸体。婆婆说过，外面的人凶残得多，不比我们大虚的人纯良。封锁帝江县，不得放走任何一人。谨遵掌教法旨。这些尸体像连钉一般坚硬，寻常武器根本伤不到他们。帝江县守不住了。哪里冒出来的小子，居然从我手下救人！需要等待立政府派兵驰援。多谢钱兄弟施救，若有再见之日，锦娘必当重报。支援炮，准备！支援炮准备！我们赶紧离开。胡灵儿，玉凤。这就是延康的太阳。奇怪，天上怎么有一朵红色的云？识别，我在药师爷爷那里看到过很多种识别，其中就是红色的最为难得。一旦被他们咬伤，尸体拆骨都是青的。最可怕的是，
我根据气味或其他线索进行追踪的能力，躲是躲不掉的，必须除掉它。甚好，红蝶母已锁定目标，你的死期到了！这，前方有异常！保持警戒，准备作战！没有察觉有人靠近，这个独臂老者是谁？那轮太阳是剑法，像落日一般的剑法。瞬间便让红石别灰飞烟灭。那辆车中的人应该很是了不起。多谢姐姐相助。这是府尹大人。小兄弟从哪里来？我来自堤江县，那里被尸仙教攻占了。我只好一路逃难。你能够逃出来，实属不易。我是利州府的府尹于云初雨。堤江县在我治下出现了叛乱，是我之罪。如今我利州府正出兵堤江县，必将有场恶战。小兄弟，你接下来有何打算？我想去京城。可不知道该怎么去。前方有借道的江陵驿车经过，你拿着这份路引，便可以搭乘驿车去京城。我兄长于云出云在京城为官，你到了便说是我保荐你的，希望将来还能遇到你。谢谢初雨姐姐。看来严康坏人多，好官也不少。可怜，这么小的年纪便家破人亡，只怕他是堤江县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了。什么人，竟敢踩死我尸仙教的尸别？找死！何方神圣，饶命！我曾经面对过很多恶人，所以我清楚你不是一个好人，可以杀死你。但因一段更久远的机缘，若你放下屠刀，我或许可以赐你一条生路。若你再执迷不悟，
多谢长老，我一定牢记。真晦气！还是我反应快，任何本事练好了都能救命，比如打不过就跪。可恶！毁了我这么多年炼制的红尸别，那个天魔教的小子，我绝不能放过！这是土原草，对人无毒，但对虫子来说却是剧毒，所以又叫百虫笛。公子找这些寻常药材做什么？它们虽寻常，但是与土原草合在一起，却可以炼制成一种妙药。什么妙药？红尸别本身藏有剧毒，尤其是红别母，更是大毒。我炼制的是一种能100倍激发尸别毒性的药，那不是更加危险？红尸别，喂！好在红别母还在，还能继续追踪那小子。等我抓到他，夺得1品关键，或许还能让掌教挪一挪位子。他竟然中了自己的红别母之毒，那小子怎么会有这种能力？毒性从5脏6腑渗入体内深藏。这棺材怎么看着有点眼熟？药师爷爷说，打不过就下毒，说的真对。咱们到哪儿了？怎么启程埋了？等等，有股腥臭味。有什么东西藏在尘埋里吗？怪事，这条路怎么变了？是啊，还多出来一个山洞。咱以前一直走这条山路啊，怎么从没见过山洞？快停车！不能进去！不好，山洞是蟒蛇化成的，大家快逃！快离开马车！
好叫我魏胖，传出去很丢人的。那我叫你雍胖。还是叫魏胖吧，好歹也是魏胖。别费心。江陵世子，不过如此。后面那个就是蟒蛇的主人吗？是他！完蛋了，玉龙门叛变了！这个不男不女的，就是玉龙门的少门主龙江南，鼎鼎有名的恶棍。小红，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陈曼又来了，这次变得好香。是玉龙门绝技蛟蟒化身。那些尘螨是他吐出的肾气，吸入便会看见幻象。快闭气！慢点，亲兄弟，我这条命是你给的，今后你就是我的亲兄弟。好晕啊，这个肾气好厉害。玉龙门是做什么的？居然能让蟒蛇像圣龙那样吐出肾气。听说玉龙门祖上是豢养蛟龙的，门中蛇蟒都有蛟龙血脉。自从被国师降服后，他们便在兵营中负责驯蛇。兵营的蛇跑了出来，守兵怎么会没有反应？难道都被玉龙门杀了？不好！龙蛟南在用笛声控制大蛇，搜寻我们的下落。只怕还有很多玉龙门弟子藏在暗处。是玉龙门弟子，他竟然躲在树干里。那其他的树呢？
这里有这么多树。不影响，你对付左面，我对付右面，闪掉他们释放肾气的蛇关。胡灵儿，吹散肾气。玉龙门众，撤！得救了，白虎军来了。云将军，还有2名师子活着。于渊，难道他就是初雨姐姐的兄长？看着好眼熟，好像之前进攻香龙城的延康军中，他就是领队的将军。是初雨的陆野。秦世子见过家妹。我被诗仙教的人追杀，是初雨姐姐救了我。那时他正带兵出征，也不知这场仗打得怎么样了。秦世子放心，诗仙教已经被初雨击溃，逃去了南疆。你安心在京城考学。若是遇到难处，尽管来寻我。放牛的，居然是你！你是来京城看我的吗？肥妻，都说了，脸圆是天生的。七殿下息怒。七殿下，那不就是玉秀公主？我用参见公主殿下。听闻七公主喜欢扮成男子去军中历练，今日一见，果真英姿飒爽。七兄弟，便是有于渊将军罩着，也不能对公主无礼啊！讲当面说一个女孩子胖，小心被杀头。我们那儿夸女孩子漂亮，都是说身强体壮。肥妻虽然不壮，但好在脸还是胖嘟嘟的。公主殿下请息怒，秦世子初来乍到，不知礼数，还请公主殿下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无畏世子不必多礼，我和他是旧识，也只有他敢这般说话。我以后也要吃得胖胖的。啊？你连公主也认识？算是吧。秦兄弟既然是白虎军的于渊将军，看起来又跟七公主交情不浅。佩戴的宝剑显然是上等领兵，他衣着华贵，身手不凡，七公主却又叫他放牛的。这秦兄弟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除了京城秦家，我怎么想不通也想不起来延康有这样的世家大族啊！七殿下，玉龙门势力颇大，难保没有余孽，还得让2位世子尽快回京才是。你们跟着我回京吧。来人，护送七殿下与2位世子入京。
9个龙头哎，被龙头包围的地方就是京城吗？没错，俗话说9龙拱卫京城，就是指京城外有9条巨龙般的山脉。山里竟然藏有千军万马，不愧是天子统治天下的地方。厉害呀，一眼就看出山中藏兵。9龙拱卫京城，其实是指藏在山脉里的兵营。诗仙教说，延康国师挟天子以令诸派，玉龙门也是因为这个造的反吗？虚伪，又一个杀国师的借口罢了。宗派为何都这么恨国师？因为国师动摇了宗派的根基。从前没有世子，更没有什么人会识字。世上的功法典籍都掌握在宗派手里，宗派的绝学就是绝天下人之学。直至变法开始，国师每灭一个宗派，便在他的废墟上建一所学堂，传道济民，开创延康之小学、大学、太学。但仍有许多古老宗派，至今屹立不倒。于是，国师将目光转向大虚。若得到大虚的神魔功法，延康人人比肩神奇，宗派将不复存在。从那时起，宗派们便打着神域的旗号，或极力弹劾，或暗中刺杀。是要阻止延康进军大虚。然而延康这柄剑，是国师以武将血汗、文臣击鼓铸成，剑出无回。所以他们急于诛杀国师这位铸剑者。不错，江陵是国师的故乡。我怀疑玉龙门此番袭击江陵世子，不只是向国师示威，更是在试探国师的伤势。一旦确认国师重伤，他们便会发起猛攻。玉龙门胆大包天，等国师伤好了，一定不会放过他们。你们真的以为国师受伤了？依我之见，国师根本没有受伤，而是故意要引蛇出洞，将延康境内所有反抗他的势力引出来，一网打尽。你的意思是？可现在叛乱不下20处，宗派攻城略地，百姓死伤无数，国师怎会纵容这种事情发生？他若是没有受伤，怎能引出这些乱臣贼子？他在大虚吃了败仗，又身受重伤，无论名声还是实力都大大折损。谁会放弃这么一个大好机会？国师应该早有谋算，不等所有乱臣贼子都露出马脚，绝不会出手平乱。可是，会死这么多人，但国师便会彻底铲除后患。今后他出兵时，谁还敢在他背后动手脚？今日玉龙门杀江陵世子无数，始终不见国师出手。看来那3个老怪物当真将他伤得不轻。恭喜阁下，大患将除。不可掉以轻心，神下第1人的本事远远超出你的想象。南疆战况如何？诗仙教尚未拿下利州，但其余宗派已夺下南疆20座城池。有他们驰援，玉龙门随时可以杀入京城。不急，利州乃延康中南要塞，已是各派北上的关键通道，不可失之。别忘了，我们要摧毁的不只是延康国师，更是这一场声势浩大的延康变法。凌云，还不赶快起来！
臣御前事宜，请陛下降罪。陛下，凌云多半是轻敌了。不过这位与他比试的小学士子确实本事了得，72口木剑精准击中同一部位，竟以木剑之盾攻破了凌云的护体罡气，令他负伤。大祭酒，看来小学士子的比试比这大学士子的还要热闹。朕倒想看看谁有这等本事。秦世子一招挑剑时，竟将凌云道人直接挑飞了。秦世子果然厉害。大考暂停。秦世子，惊扰圣驾，定有重罚。陛下传你来太学殿问话。这些都是延康国的文武大臣。祖师飞机也在，这衣裳衬得她真像个公主。这就是延康国当今的皇帝，好像是叫延丰帝。秦飞月、顾里暖，他不会还想把邵伯剑抢回去吧？你就是击飞奸城的小学士子，你来自哪里？启禀陛下，秦穆世子拿的是利州府路也。陛下容禀，此人乃是大陛下。实不相瞒，我来自大虚。陛下，他不只是大虚器民，还与天魔教有密切关联。便是他与天魔教阻挠我延康进军降龙城，这次更不知施展何等手段躲避失禁混进来，实在居心叵测。还有大虚啊！请陛下明鉴，下令拿下这贼子。诸位爱卿稍安勿躁。他如此坦诚，不像居心叵测之徒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朕的朝臣中有着各教各派的精英，若论出身，有半数是魔教、魔道。你是天魔教弟子？是。天魔教一向神出鬼没，而今教中弟子也进入太学院求学了，很好。天魔教也是朕治下的教派，也是朕的子民。小秦将军，你让朕拿下朕的子民，那朕还如何统治天魔教？陛下，太学士不仅是世子，更是我延康8品官职。他一个大虚器民，神之器民，朕未必弃；神可弃众生，朕不可。到了朕的国土，无论来历，都是朕的众生，哪里来的器民？这个炎风帝竟然处处向着圣教和大虚说话，是拉拢还是？可是陛下，最近屡有宗派作乱，以国师违背神谕进入大虚为由，攻劫我延康。臣只怕天魔教也蠢蠢欲动。哼！这些宗派总想搞件大事来吓朕，名义上是反国师，实则是反朕，无非是想让朕的屁股挪一挪，做给他们的屁股坐。
是痴心妄想。从前国家是宗派的附庸，谁来做皇帝都由宗派做主。他们趴在国家身上吸血，趴在百姓身上吸血，哪个皇帝不由他们心意，便换掉、杀掉。今时不同往日，宗派绝不能凌驾国家之上。朕与国师大兴治学之风，推动变革，就是要将宗派不该掌握的资源收归国有，改变宗派拿捏国家命脉的境况。朕不但要变革，还要革命，革这些宗派的命，革自己的命。这些宗派不想变革，那就等着朕去革他们的命。不但宗派要变，朝廷也要变。朝廷不变，迟早完蛋。国师的作为都是朕授意，反国师就是反朕。陛下英明，陛下英明。哈哈哈！朕失态了，都起来吧。陛下所言，振聋发聩。他躲避世境，进入我延康国境，亦是事实，理当严惩。父皇容禀。秦牧世子正是近日名动京城、救治百姓的花象神医。花象神医，朕听说过。朕并不分贵贱，施治不拘一格。秦牧世子果然是年轻有为，正是我延康用得上的人才呀。此等一举是否足以将功抵过，免去他的罪责呢？既是神医，那不但不该罚，反倒该赏才是。朕宣布，从今往后，秦牧世子便是朕亲自收的天子门生。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公哥，呀，我都收拾好了，咱们什么时候搬去太学院呀？不急，距离太学院开课还有2日。多谢。我先继续诊治。神医，救救他吧！他在战场上被头上长角的蛮子用镜子照了照，回来后便越来越瘦。将军不想让他留在军中等死，命我送他回京求医。晚了，人已经死了。他明明有气，还活着，只是身体还活着。他中的是蛮帝国的巫毒，毒性渗入魂魄，已经魂飞魄散了，我救不了。这方子叫做纯阳炼虫丹，再有人中巫毒，尽早服用可以救命。神医大恩大德，令我兄弟们无以为报。他们是庆门关的将士。庆门关正与蛮敌国打仗，你的药方可救100万将士性命。肥妻，放牛的，谢谢你。你的气色很好，怎么也来找我看病？是我家中有位长辈久病卧床，
看了不知多少医师，就是不起作用，所以要我来请你走一趟。上轿吧。肥妻是严康的公主，她的长辈，该不会是……皇帝生病了吗？我上次见他的时候，体魄很是强健啊。嘘，病的是我的祖母，当朝太后。你可知父皇为何赦免了你躲避世禁的罪过？就是盼着你能治好祖母啊。我若是治不好呢？连父皇也保不住你的脑袋。还有什么法子？祖母，我把花相神医请来了。秦牧参见太后。他小小年纪，怕是连医书都未读过几本，怎能给太后看病？万一是个骗子？萧太医也这么说，然后他就死了。花相神医，太医们都是太学院的奸臣，未来是要教你医术的，让他们看看你的本事。天眼，看！太后这是中毒了。什么毒？此毒名为千机毒，是用1023种毒物炼成的奇毒。中此毒者，体内将同时存在1023种毒素，无论怎么开方，都只能解决一部分。而且，任何一种解药都会让毒性发生一种新的变化，治疗的次数越多，中毒越深。难怪每位太医诊治都断定是毒，可毒性却一直变化，药方也不停地变，但始终解不了毒，祖母反而病得越来越重。萧神医，你如何会知道这个千机毒？我听家里一位长辈说的。你的这位长辈现在何处？大虚。大虚。千机毒，此毒是玉面毒王所创，谁也不曾见过，所以吾儿姐，臣无能，臣该死。千机毒是玉面毒王的，可我分明在药师爷爷那儿见过。玉面毒王如今何在？据说毒王的弟子将他面具下的真容捅了出去，无数仇家杀上门来，他无法立足，只好割面而去，从此消失200年。不过，我倒是在大虚见过他一次。他们说的玉面毒王，不会真是药师爷爷吧？我从小到大，药师爷爷一直戴着面具，从未见过他面具下的真容。太医们无法可解，花相神医，你呢？千机毒是药师爷爷的毒，这毒会是他下的吗？不对，药师爷爷不曾出过大虚，不可能下毒。我有办法解，不过我需要知道太后中毒以来服用过哪些药，还需要1023位宫女，1023个木牌，1023只闭眼蟾蜍，一群不懂医术的宫女，一堆破木牌子，
再加上些尸毒的蛤蟆，就能解千机毒。这小子卖弄什么花招，功夫玄虚。他要是解不了毒，便是有9个脑袋也不够看，恐怕我们也得给他陪葬。准！让宫女们按照图示列阵。放牛的要用他们来做什么？列阵。木牌一面为黑色，代表阴；一面为白色，代表阳。听我号令，第一列阳，第2列阴，第3列阳，阴阳阳，第4列。我明白了，每位宫女代表着千机毒的一种毒物，而她的口令就是将祖母服过的药物根据药性转化为阴阳符号输入，从而计算出千机毒在祖母体内的变化。用术数来推演药理，不可思议。第1列进入第3列，双阳相撞者，前位进阳，本位转阴。咦，他为何要不断变换位置？难道是想让所有毒物阴阳均衡吗？均衡谈何容易？除非他能找出藏在1023种奇毒里，支撑其余1022种毒物运转的中枢大毒。阳气枯竭，生机不振，他要失败了。成功了！1022种毒物，阴阳相生相克，千机毒自解，将浩如烟海的变化化作简单的阴与阳，简直神乎其技。诸位太医，这方子如何？丹方奇美，壮丽如歌。老夫行医100年，却只流于表面。今日得见小神医，方知医术浩瀚无边。小太医能够死在小神医面前，死得其所，死得其所。炼药不用丹炉吗？波动元气演化炉火，水火相济萃取药力，是失传了200年的龙虎香气手。没想到竟能见到这种传说中的手法，我是在做梦吗？想学啊，我教你们。多谢小神医。他们怎么那么激动？
药师爷爷说，炼丹最为关键的是精通药理，手法只是补充，算不上多么特殊。服下此丹，千机毒的毒素便会排出，待闭眼蟾蜍将其吞噬。小神医，谢谢你帮我解毒。你的炼药手法让我想起一个人，200年前毒杀各派高手的玉面毒王。太后见过玉面毒王？说起来，当年先帝死后，哀家曾见过他，与他有过几次幽会，为他倾倒过。谁能想到，青面獠牙、臭名昭著的玉面毒王与狼焰毒绝、风流满天下的玉面郎君竟是同一人，伤了不知多少女子的心呢。药师爷爷竟然还有一种身份。他早年收的弟子小毒王府元清突然捅破了他的真实身份，他被仇人追杀得走投无路。哀家告诉他，哀家可以保他。还有几个臭女人也想保他。太后爱慕药师爷爷，没想到清心寡欲的药师爷爷以前这么风流啊！哼，他们到底是没有争过哀家，哀家也没有争过他们，他还是走了。造化弄人，折磨了哀家几10年的千机毒，竟是出自情郎之手。太后觉得是他本人下的毒？哼，不会是他，是小毒王。听闻小毒王投靠了国师，他向哀家下毒，自然是国师的授意。小虫儿说，太后的千机毒被一个少年解了，看来是我师尊新收的弟子到了。国师，要不要再下另一种奇毒？已经不用了。太后与我之间并无恩怨，她当年为了保她儿子的江山，才反对我变法，陛下对此也有迟疑，因此我让你下毒，
并非为了毒杀他，只是想让他无法干预朝政，陛下方能全心全意变法。而今朝野上下多是支持变法的人，那些造反宗派也步入局中。我大事已成，太后阻止不了我。国师想要哀家死，想了很久了。大抵是哀家对他的某些做法看不过眼，他嫌哀家挡了他变法的路。太后何不去告御状？你以为皇帝不知情？他见如今变法大成，哀家无力回天，便让你来解毒，否则他怎会顺着秀儿的话赦免你？赦免器皿可是毒神的罪责。对千机毒如此了解的，只能是千机毒的创造者。你师父就是玉郎君吧？他在大虚过得怎么样？他很好。是他让你来救我的吗？他心里还是有我的。太后有些想多了。小神医受累，回去歇息吧。你需小心，你解了小毒王的毒，他定然盯上你了。小毒王。你讲究大事，我却讲究恩怨。你的伤好的差不多，继续采集星光调息即可。我要出去转转。师弟来了，做师兄的岂能不去见一见？你要小心，太后虽然不能奈我何，但是诛你还是可以的。太后聪慧，想必已经猜出你师弟的身份，她在等你上钩，将你诛杀。是你让我下毒，为何他不杀你，反倒杀我？我何其无辜！你忘了吗？太后与你师尊有些不清不楚，她是为自己报仇，更是为你师尊报仇。玉面毒王现居大虚，前不久有位大虚弃民做了天子门生，应当就是你的师弟。国师，没想到天圣教的圣教主是我太学院的第一个太学博士，真是一件趣事。国师此来不会只是为了说趣事的吧？你见到我，好像并不觉得奇怪。天圣教有教无类，教中各种势力都有。国师能在高层中安插几人，也是理所当然。那你为何没有丝毫惊慌？不怕我是来杀你的？国师若要杀我，惊慌也是无用。不杀我，天圣教不反；杀我，天圣教必反。我的命还没有天圣教那么贵重，国师不至于杀我，所以我也无需惊慌。有智慧很好，但太自以为是，可能会猜错。你说天圣教不反，理由是？理念相同，无需造反。听闻你成为教主后第一件事，便是设立第361堂学堂。我在效仿国师，改革天圣教。天圣教本就是披着宗派之名的国家。你再效仿我，岂不是要变成我严康的国中之国？太平时期你们不造反作乱，但若天下大乱，你们何不会趁机而起，占据正统？现在的严康国就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天圣教，
我们为何要反自己？那么，你们何时会反？国师背叛了天圣教的理念，不再执行圣人之道，燕封地失德，奴役大虚子民，我天圣教必反。你好大的胆子！说假话，也瞒不过国师。你来自大虚，在天圣教中没有任何根基。我原本想掌控你，让你借我的力量在天圣教中站稳。现在我没有了这个想法。你这种人非常危险，拥有理念的人往往都很难被说服。而说服一个人是最吃力的，还不如杀了简单；说服一个教派还不如灭门简单。好在天圣教的理念与延康国并不冲突，国师暂时不会动天圣教。那么道门和大雷音宗呢？倘若他们贯彻他们的理念，我会尽一切力量和手段除掉他们。倘若他们按我的理念来，存活下来也不难。国师的理念又是什么？知行合一，不要看我说什么，看我做什么。这次延康国内乱，我天圣教可以支持国师，但平息叛乱后，国师会否清洗我教，过河拆桥？不会，我需要鞭策，留下天圣教，便是留下一柄悬在我头上的剑。我太强大了，若是犯错，谁能奈何得了我？我需要一个能够在我道心迷失时杀掉我的势力。倘若我违背了你们的理念，我等你来杀我。朕的太学博士，天魔教的教主，大虚的器民，玉面毒王的弟子。秦爱卿的身份有些多呀。皇帝也在圣教安插了眼线，还是说这眼线藏在国师身边？天下归心，可见陛下鸿福齐天。魔道第一大教的教主成了天子门生，这可能是鸿福，也可能是心腹之患。秦爱卿，你觉得是哪个呢？倘若道门道主向陛下投诚，陛下会封他什么官？天下正道牛耳，朕将封他为正一品，让他称王，代代世袭。倘若大雷音宗如来向陛下投诚呢？禅宗魁首，朕封他为正一品，让他做祖。延康三大教派，唯有天圣教的教主主动入朝，陛下却封了个寒酸的6品太学博士，还要责问他是鸿福还是心腹之患，岂不是让忠臣一时寒心？算你说的有理，不过朕不能立刻升你的官，你年纪太小，升官太快会惹人非议，多半还会暴露你的身份。多谢陛下体谅。朕知道你与顾离暖有嫌隙，他是朕放在太学院的，你让他太难堪，朕脸面上也过不去。臣哪里敢？你大可以放心，论胆大，没有人敢说自己能够超过国师。朕敢用国师，也敢用你。陛下有何打算？叛军云集南疆，朕打算让太学院进行一场大规模历练，由各殿奸臣带领士子们赴前线平叛。秦爱卿作为太学博士，也得带一支队伍。祖母，父皇此举可有何深意？
是考验还是？朝廷与从前的时代联系太紧密了，朝中权臣多是各派掌教、世家家主、王国国主，他们中有人想破坏变法，有人想垄断仕途，有人想复国。哼，皇帝要革除陈珂，唯有启用新时代的人才。府尹大人的录音。敢问利州府的府尹于渊初羽是否在此处？堤江县秦牧求见。封疆大吏于渊初羽，怎会和他有关系？初羽姐姐，秦牧阿弟，我听兄长说起过你的事。你现在也算是出人头地，都成太学博士了。你们能够跟随阿弟，真是你们的幸运。姐姐说笑了，以前瞒着姐姐，没有说我来自大虚，还请姐姐见谅。你走后，我还在想，叠江县何时有一个秦家，能够教出这么出色的子弟？眼下南疆势力混杂，阿弟还需小心，这里的水太深。姐姐怀疑军中有奸细。而今的世道，你知道谁是忠的，谁是奸的。比如我是于渊国的亡国公主。你们焉知下一刻，我不会反。姐姐别吓他们了，你是聪明人，看得出这场叛乱是国师部的局。劝我反的人不在少数，只是我于渊家看重的从不是皇位，而是百姓。彼时国师进入于渊，与我父论治国之道、民生之道，然后我们败了。我父退位，让我兄长继任。兄长不受，将皇位传给我。原来姐姐还是一位女皇帝呢。皇帝我做过一天，没什么乐子。想做皇帝很简单，不少家伙随便找个地方就自立为帝。治国我不如你，改善民生我也不如你。于渊国可以交给你了。往后于渊便是我延康的利州，你可做益州府尹，护你故国子民。倘若你辜负百姓，我便反你。要做好皇帝，治理好一个国家，却非易事。报！九幽门门主弃城而逃，我军已成功收复路县。路线地处险要，乃是我利州府门户。向北可通达京城，向东可策应叛军驻地天波城。九幽门怎会轻易放弃？莫非是去搬救兵了？南疆水深，刺杀国师的旧时代老怪物们至今没有现身。而且，谁知道旧时代还有没有神器活下来？我听闻，九幽门的千魂印能打开地府的缺口，令亡魂归还肉身。我读过千魂印，但那经卷上的符文有些错漏，我试验不出法术的具体效果。奸臣们说过，那些鬼画符无甚用处，装神弄鬼罢了。报！孝义将军举兵叛变，以光复存义国旗号，集结乱党，正向我利州军合围而来。看来这亡国太子就是叛军派出的救兵。你们去路县驻守，先随守军把九幽门弟子的尸体烧了，余下20支世子队伍
今夜就到。驾！报！太学院楼船遭遇九幽门失仙教合围，无一幸免，路线失守。秦博士他们呢？下落不明，恐怕凶多吉少。魔神，旧时代传说中的魔神竟然现世了！紧紧逼让！报！东面哨所发现萧逸叛军踪迹，现离我军大约不足10里。好一个萧逸，不止联合九幽门失仙教，还秘密布置了红山派作为左右局势的杀器。众将听令，开风盾，架真元炮。启禀将军，红山派弟子带到。哼，红山派的，按照约定，2尊魔神，3路大军，就能彻底摧毁利州军。第2尊魔神何在？将军容禀，我们遭到一批朝廷高手偷袭，未能完成幻魔，其他兄弟姐妹也，请将军饶恕。红山派可是立过军令状，限制唤出1尊魔神，贻误战机，论罪当斩。来人，就地执行！用他们的人头祭旗。我们可以召唤魔神。哼，就凭你们几个五要境的，倒还有些用处。而今天下大乱，正是你们的机会。自古以来，战乱出英雄，强者争锋，理念碰撞，各种神通道法层出不穷，可以开拓眼界。强者的压力，生死的压力，会让人锐意进取。比如你们的吊鬼遣神符字令，太平年代，谁会施展这种法术？越是战乱，才越有机会施展，才会进步。的确，千魂印、吊鬼遣神符字令虽然冷门，法术威力看似不大，但只要用对地方，便可扭转战局，远胜千军万马。那便饶你们一死，戴罪立功吧。谢将军。慢着。这位小哥倒是感觉有些熟悉，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弟子随师长拜会玉龙门时，有幸远远见过龙将军一眼，不曾想将军竟还记得。萧逸将军，让他们随我回一趟天波城可好？怎么，龙将军有何计划？刚刚收到消息，
延康国师的南征大军抵达天波城对岸了。天波城乃南疆进出枢纽，他这是要与利州军合围天波城，深入南疆啊！所以，我们何不召个魔神去和他玩玩？不过，你们若是换不出魔神，戏耍人家，人家可要好生蹂躏你们。这些弟子便交给龙将军了。大军开拔，攻克利州大营。于渊大人，释仙教九幽门率左右两翼围堵我军后方。急报，魔神与萧义叛军已经逼近大营。于渊陛下，何必再演这出忠臣戏码？你我皆是亡国罪人，忍辱被延康国师招降。眼下光复救国的时机已至，你当真不反？萧义太子是因隋义国战败，被迫投降，而我于渊国则是为民生福祉，主动归降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你是要让你的百姓跟着你一起去死了？速传于渊将军。是。存义国的孝义太子已经反了，你还让于渊国的出云皇子掌管白虎军，不怕放虎归山？他要是和于渊出羽来个里应外合，南疆可就彻底沦陷了。国师，利州交给你了。是。这年头人心可赌不得，更何况是降将。万一赌错了，到时候清流们参你的折子，又要堆成山了。上门主。对岸可有异动？有一支白虎军出城，往利州方向去了。难道是于渊将军要去救出羽姐姐？延康国师兵力分散，正是我们趁虚而入的好时机。你们幻魔需要些什么法器？一座白骨祭坛，长宽3丈6，用骨架搭成，坛面用头骨铺就。若是骨头不够，杀些人来凑数便是。哼，这座祭坛给你们用，不要让人家失望哦。我们施展秘法，不能被人打扰，还请龙将军。来人，让弟子们在外围给我看着几位贵客。听说玉龙门少门主嗜杀，还习惯男色，不会是真的吧？你怕什么？他看上的又不是你。我们现在深入龙潭谷穴了。秦博士，你拿个主意。当然是做法幻魔，将魔神请来。我们又没有学过红山派的吊鬼遣神符自令。我学过。待会儿无论发生什么，等我信号行动。报！南面哨所被九幽门摧毁。报！北面渡口被石心教攻陷。小义叛军已有魔神攻破营墙，大营守不住了。阿兄，统领全军，接应白虎军。是，报。
白虎军来袭，敌军主将士鱼跃出云，全军集结，从东北角突入。这对兄妹可真成了延康国师的好狗。启禀将军，红山派长老求见。老夫幸不辱命，请来魔神。我派另一路请神的弟子已经遭人毒手，连福宝和衣裳也被贼人夺走，还请将军为我红山派报仇雪恨。速速护送长老去天波城。红山派可是派了13个神通者施法，你一个人。这是我炼的麻药失迷香，用它守住这里。你们先服下解药，我来做法。你们跟着我的动作，要像模像样。Preta Deva Avatarana Pret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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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eva Avatarana 到底行不行啊？不知道。你小子真是什么都会啊！红将军，城里的红山派弟子是延康人冒充的，万不可让他们施法。玉龙门众，拿下幻魔的贼人！禀国师，白虎军已助利州军突出重围，只待两军斩杀魔神，便可剿灭尸仙教，救幽门，效益叛军，营救太玄世子。只杀魔神可不够，天波城里还有一尊魔王雕像呢。国师，咱们也该动身了吧？世界的通道，这次惹出的麻烦实在太大了。另一个世界的生灵，有人打开了连接异世界的通道。
就凭红山派那三脚猫的功夫，还能让一个世界的神魔给他们助战？神魔岂会甘为凡夫驱使？异界入侵，整个世界必遭大灾。魏国公，武定郡交由你来驻守。国师，难道你打算？血迹不止，神魔不死。龙大他们不会被这些怪物杀死了吗？没那么快，不过渡天魔王招来的天魔众越来越多了，力量也越来越强。再这样下去，大家都会死在这里，变成祭品。那要怎么办？魔王是依托于雕像降临，想阻断幻魔仪式的话，除非有人能摧毁渡天魔王的雕像。Deva Avatarana, Pret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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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eva Avatarana.小心！那是天波城凤香，竟能请来魔王真身，红山派的底蕴不容小觑啊！凡人岂能敌得过神奇之力？即便是延康国师，也不过是蝼蚁。哼，很快。玉渊兄妹又得成丧家之犬了。渡天魔王的真身也要降临这个世界。兔爷说过，自己惹的麻烦一定要自己摆平，这个麻烦好像实在太大了。这股气息似是大宗师。这些剑王好眼熟。神域。旧时代神国的法术，何人胆敢阻我？
这等生灵。银河落九天，这就是当代最强的剑。这股剑意是大六合剑法，延康国师出手了，一剑便有如此威势。他真的受伤了吗？全军听令，兵发天波城。是。不知哪位宗师前辈行经此地，可否现身一见？老天保佑，神尊保佑，千万别出事！秦博士，秦博士，你没事，太好了！秦师叔屡次涉险施救，我等无以为报。往日多有冒犯，望师叔海涵。也不知唤出魔王的是谁。天波城大乱，叛军死伤无数，我军得以乘势进驻，那人可算立了大功。是我家公子。但灭了一城，罪过也就大了。朝中清流会胁迫陛下给此人定罪，满门抄斩不敢说，
革职流放少不了，所以，我准备压下此事，功过相抵，如何？好。我为了变法，杀了不知多少清流，这些人不会做实事，却什么也看不惯。清流杀人，用嘴不用刀，就算能从清流嘴下逃生，也会惹一身骚。国师为何同我说这些？你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，不像魏国公，但凡我说点什么，第二天定会朝野皆知。国师，你居然偷偷说我坏话！船上那几个太学士子，还是我给你捞上来的呢。国公，这位便是我朝第一位太学博士，秦牧秦博士。久仰大名啊！整天听魏庸那小子念叨，他那位秦兄弟横扫京城无敌手，脚踢800太学士，上依太后，下治百姓，连烤鱼也是一把好手。嘿嘿，听说你和七公主还是对小鸳鸯呢。魏国公就是魏庸兄的老太爷吧？大嘴巴竟然也是家学渊源。放心，我保证不会说出去的。禀国师，利州传来捷报，九幽门、石仙教、红山派余孽遁逃，叛军首领萧逸伏诛，余渊兄妹已斩杀魔神，救出幸存世子。国师，既然局势已定，我也该回太学院了。秦博士，你得跟着我。这一战牛刀小试，之后的战事才是关键。魏国公，秦将军，国师吩咐，调动兵马渡江，一路向南疆横推。通知南疆腹地的乱臣贼子，我给他们2条路。第一条，我率千兵万马杀过去，踏平一切，灭宗派，诛九族，这是朝廷规矩。第二条，便是江湖规矩。我带人过去，划一片地方，他们有能耐便杀了我们，或者我们杀了他们。按照江湖规矩，不妥吧？我入朝为官前也是江湖中人，有何不妥？国师的2条路，通向的是同一个结果。国师，倘若此前刺杀你的旧时代3老怪再次出手呢？